哎呀，食物都掉地上了，太浪费了。这还有一颗，这么珍贵的食物也不知道珍惜。哎，这水可不能喝，散开！这水呀，是用来泡猫粮用的。我来教你们猫粮的正宗吃法，认真看，我只教一次。捧一把猫粮，先扭一扭，再舔一舔，然后泡一泡。真好吃！泡猫粮的教学完毕，这一把算是学费，撒又拿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夫。刚才分享的视频展示了一只机智而又调皮的浣熊，接下来的视频将为大家介绍一只爱唱歌讲卫生的浣熊。棉花糖我喜欢吃，吃之前要洗洗，可是它不见了哪去了啦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在这两段有趣的片段中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通的场景：两只浣熊在享受美食之前，总是不约而同地展示出一个独特的仪式，细致地清洗它们的食物。所谓饭前不洗手，美味全溜走，难道浣熊深谙洗洗更健康的生活哲学，还是食物的口感不够，手感来凑？就像你在看吃播的时候，面对美食，主播不急着大快朵颐，先来一段花式开箱序曲，让每一份佳肴在正式入口前都裹挟着满满的期待与欣喜。浣熊的清洗食物好像就是这种感觉。其实浣熊那看似精致的洗手仪式，只是在做看起来像清洗的动作。与我们这些视觉主导的相机人不同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触觉探索者。正是这样的触觉天赋，让浣熊成为了自然界独树一帜的存在。别看它们名字里带着个熊字，却是生物界中不拘一格的异类。别的食肉动物，比如狮虎兄弟，走的是力量美学路线，那爪子一看就知道是为狩猎而生，锋利且有力。但是浣熊的爪子细长中透着灵巧，宛如灵长类的优雅复刻，即便缺少对生拇指的加持，其抓握技艺依然自成一派，独步武林。提到浣熊的浣字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那爱洗东西的习性，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。人们常常看见浣熊拿到食物就往水里送，还以为它们是动物界的洁癖代表。其实不然，这背后藏着的是一场美丽的误会。它们本来就是水边生活的高手，善于在水里摸鱼找虾，那些藏在泥沙里的美味，单靠眼睛可是找不到的。于是乎，爪子进化出了超灵敏的触觉，密布在上面的感觉细胞，让它们成了水下的扫描仪，在水里拨弄，不是在清洁，而是在搜寻和辨识食物。就算到了没有水的地方，它们拾起吃的也会在掌心搓上几圈，跟咱们吃东西前瞅一眼再吃差不多意思，只不过它们这是手感鉴定。如果附近有水的话，浣熊绝对不会放过给食物加点汤的机会，先用水涮涮，再细细品尝，根本不在意水质的好坏。这一套流程里头学问大着呢。一方面，湿润能激活浣熊前爪上的角质层，让它们摸得更准，感觉更敏锐。另一方面，或许浣熊就偏好食物沾上水的感觉，喜欢吃软的。说起来，浣熊的饮食习惯那是相当的包容，真正的杂食主义者对甜品级别的水果毫无抵抗力，比如那些亮晶晶的葡萄，鲜红欲滴的樱桃，越甜就越能抓住它们的胃。而面对玉米、稻谷这些庄稼，浣熊更是不客气，直接当成大自然的免费自助大餐，尽情享用。浣熊杂食的原因要追溯至远古时期，它们生活在墨西哥湾的沿岸区域，当时那里四季如春，无需面对寒冬的考验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流转，有部分浣熊踏上了一场向北的迁徙之旅，走进了北美的广袤地域。这里季节更迭，冬日严寒。在这片新天地，浣熊展现出非凡的适应力。虽然它们并未像其他动物那样发展出冬眠的习性以应对严冬，但却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。为了挨过严冬，它们得在入冬前快速增肥，体重最少要翻1倍。
这样一来，挑食不存在的一切自然恩赐皆化为他们口中的美味，因为每一口都是生存之路的能量支柱。正是在不断追求饱腹的过程中，浣熊磨砺出了令人惊叹的智力。那么浣熊的智力究竟有多出众呢？对此，动物行为学家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实验，其中一项便是让浣熊挑战开门。刚开始是2扇简易的障碍门，仅用木块虚掩，对拥有灵巧前爪的浣熊而言，只需轻轻旋转木块，门就便轻易打开。随后升级至常见的门栓装置，浣熊面临了初次思考的时刻。然而通过一番探索尝试，他依旧破解了机关，门再度被打开。最后的难关，门栓被设置在了门的外侧，仅留一小孔供其触及，视线受阻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浣熊竟也能一气呵成，顺利解开这最后一关。这一举动揭示，浣熊仅凭触感辨识，无需视觉辅助，依靠着敏锐的触觉与丰富的空间想象力，搞定了门栓。另一个浣熊实验更富有传奇色彩，那就是伊索寓言测试。这个实验灵感来源于古老的智慧故事，你肯定记得那个乌鸦利用小石子提升水面高度，从而巧妙喝到水的经典桥段。科学家们对浣熊的好奇心驱使他们设下了相似的挑战，在一根竖立的试管中注入水，水面漂浮着几朵轻盈的软糖，仿佛在引诱着小家伙展现他的智慧。不出所料，浣熊确实懂得把石子投入水中，让水位上涨，这一招他们拿捏得稳稳的。但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他们对于细节的捕捉。当石子扑通一声落入水中，不仅水位上升，还顺带把软糖震得上下浮动。而这小机灵鬼似乎早已洞察到了这个秘密，他们会在扔石子前就做好捞糖的预备动作，石子一沉水，他们的爪子几乎是同步出击，常常在水花未平之时就把软糖捞了出来。在智慧与生存的双重舞台上，浣熊不仅是天生的智者，更是技艺的卓越传授者。幼年的浣熊尚在蹒跚学步的时候，便已踏上了生存技能的速成班。母浣熊担任祈祷师的角色，引领着幼崽步入自然的课堂，演示着生存的微妙艺术。何物可食，何物应避，以及那些关于潜入水域捕猎和开启甲壳美味的秘密。小家伙们在尝试与错误中成长，偶尔因误食蟾蜍而中毒，这些经历虽苦涩，却都是通往生存智慧的必经之路。小浣熊以其惊人的学习速度，证明了自然选择中的智慧传承。爬树是一门必备技艺，对浣熊而言，不仅是通往美食的桥梁，更是家的依托。事实上，学会走路之前就得先学会爬树。母浣熊以一种近乎严格的方式训练幼崽，直至它们能自如地在枝桠间穿梭。尤其令人称奇的是，浣熊的后爪具有特殊旋转能力，能够逆转180度，为它们的下树之旅提供了天然的优势，使得浣熊在林间成为穿梭自如的攀爬高手。不过，浣熊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爬树本领，现在大多用在了爬墙上。它们的足迹随人类文明的扩张而延伸。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，它们主要栖息于北美的东南部，跟随着人类的脚步向北中地区扩散，甚至进入城市，成为它们新的乐土。在钢筋混凝土构建的丛林中，浣熊的数量已悄然超越了野外，城市的霓虹与喧嚣竟成了它们新的向往。究其原因，丰富的资源与工作机会，尤其是无尽的垃圾宝藏，让他们如同被磁石吸引，与人类共享都市的繁华。在城市生活中，浣熊以其独有的适应策略，展现出比其他野生动物更高的生存智慧。它们不仅善于利用人类的废弃物，更凭借卓越的攀爬能力和灵巧的爪子，轻松解锁城市生活的种种机关。从屋顶到阁楼，乃至冰箱与垃圾桶，都在他们的探索范围之内。比如在多伦多，
这座被誉为世界浣熊之都的城市，浣熊的数量庞大，它们夜晚的活动常常令城市清洁工头疼不已，甚至促使政府采取措施，专门推出了防浣熊的垃圾桶，以应对这场毛茸茸的挑战。尽管如此，浣熊在城市居民心中依然有着两极分化的形象，一方面被视为麻烦的制造者，另一方面则因其可爱的外表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宽容。2015年，市中心一只浣熊被撞死了，引发了公众悼念活动，便是这种情感交织的体现。要值得注意的是，浣熊也可能携带疾病，比如偶尔会有行为很怪异的浣熊，就很可能是犯了狂犬病，以及会传播可能对人类神经系统有害的寄生虫。这提醒我们在享受它们带来的乐趣同时，也需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警惕。浣熊与城市的共生故事，是自然适应性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缩影，也是对野生动物管理与人类共存哲学的深刻探讨，提醒着我们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，也要学会尊重、理解和保护这些与我们共享地球的神奇生灵。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关注，谢谢。好人一生平安。